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做一个短片，就是帮某一个媒体它的这一段影片做一个补充。它主要是邀请了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来介绍一下台湾的 ADF， 因为刚好最近我们也正在介绍 IDF 跟 ADF 这一路的发展。那在这影片当中，其实张将军也展现了他的素养，而且过去张将军也担任过 RF-104 的飞行员，还有 F-16 的飞行员，所以他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影片当中有一些出入，所以我做了这个短片来补充一下，以免造成很多人在军事的知识上的误解。首先，他在影片中提到 F-35 这一类的逆中战机，它许多锯齿状的设计。我们都知道，飞机在天上它是用雷达去侦测，所以雷达波的反射才会让我们在雷达萤幕上显现出来飞机的踪迹，不管是它的高度还是它的方位距离。所以逆中战斗机跟轰炸机它的设计原理就是让它在雷达上面可以逆中，以前我们称为隐形，这种是雷达上面的隐形，所以就包含了将雷达波反射到其他的方位，不要让它再回来当初发射的这个雷达天线。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吸收它的雷达波，不过这就牵扯到涂料的这部分。刚好之前青年日报也有做这一篇的报道，就是逆中战斗机它的逆中原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就是锯齿状的设计，不管在整个战斗机的外形，它都是平行线的设计。另外在战斗机的尾部、机翼的后缘，还有引擎它的尾管的边缘都采用锯齿状的设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把雷达波反射到其他的位置去，像这个就是美国的 B-2 轰炸机，还有在进气口，这是最早的 F-117 夜鹰式战斗机。虽然它是 F 开头的编号，不过事实上当初是为了掩人耳目才这样子的编码，实际上它是攻击机，它的进气口就采用这种蜂巢状的设计，让电波进去就出不来。所以有很多的逆中战机的材料、进气口、通气口都采用这样子的设计。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像 F-22 的尾管，它也是锯齿状的设计，像这个后缘的位置。另外在所有的前缘的位置都是平行线的设计。从这角度就可以看得出来，像 F-35 它的弹仓的设计也是锯齿状。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来，这个是 F-22， 它的弹仓这些的设计也都是锯齿状。所以锯齿状的设计主要是针对雷达波的反射而做的设计。那有关红外线的讯号的隐蔽，其实尾管是最大的红外线来源，尤其在开启后燃器的时候，尾管的温度会非常的高，所以逆中战斗机大部分都采用双垂直尾翼，而且将尾管的部分往内缩，让水平尾翼能够遮蔽住引擎的热讯号。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 F-35 也是类似的设计，将水平尾翼设计的比较后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得出来，这是 F-22， 它的双垂直尾翼跟它的水平尾翼其实都可以适度的覆盖住它两具引擎的热讯号。可是从正面来看的时候，它的红外线讯号跟它的雷达波必须经由它的进气道做一个 S 型的转弯，所以像 F-35 就很明显，它这边都有一个针对引擎叶片的遮蔽。所以逆中战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工程就是对于它的进气道的处理，来避免从正面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引擎叶片还有它的红外线讯号。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这一架是 F-35B，它的正面的 S 型的进气道非常的明显。另外张将军有提到 F-35 为什么飞得比较慢，而 F-22 飞得比较快。他的解释是说 F-35 因为是单引擎，可是 F-22 是双引擎。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这样，因为 F-22 它以机动能力为设计的第一优先考虑，
所以它的整个飞机的外形的设计，它的进气道类似于平行四边形的设计，当然是以机动性来作为优先的考量。而 F-35 采用的是 DSI 进气道，也有中国的网友会称呼它是鼓包或者是棒式的进气道。这种进气道是一种设计结构比较简单，可是对逆中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进气道，但是它并不适合高速尤其是超音速的环境下的应用。另外再加上 F-35 本身当初必须兼顾取代 F-16 还有 A-10 攻击机它的地面打击能力，所以当初这个案子叫做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JSF， 所以运动性能并不是它的第一优先的考虑，所以它的速度当然就没有 F-22 来得快。另外补充一下，这两款战斗机它们的发动机虽然都是普惠的产品，但是 F-22 采用的是普惠的 F119 发动机，它每一具的军用推力就高达116千牛顿，而 F-22 采用了2具 F119 发动机，所以总共有232千牛顿，后燃器推力就可以高达346千牛顿，这是2具发动机的状况。而 F-35 采用的是普惠的 F135 涡轮扇发动机，只采用了1具，它的军用推力是 124.6 千牛顿，后燃器的推力是 191.35 千牛顿，所以2具 F-22 所采用的 F119 发动机，它的推力是大于 F-35 的 F135 发动机，所以这跟1具还是2具发动机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根据它机体外形还有它发动机的总推力多种因素才呈现的结果。另外在影片中有提到日本的 X2 星神验证机，因为日本之前很希望可以采购美国的 F-22 战斗机，可是美国国会有立法通过 F-22 并不能出口，所以日本为了研发下一代的逆中战斗机，而自己先研制了星神验证机，它并不是一款准备要投入实用实战的战斗机，它是各种逆中技术的验证机，它正式的名称是先进技术验证机 ATDX， 代号是 X2， 所以它基本上只是技术的验证。而星神验证机在2016年的4月22日首飞成功之后，大约到了2017年、2018年相关的测试就结束了。接下来日本就跟英国还有意大利共同组成了全球空战计划 GCAP 这一个逆中战机的研发计划，所以可能张将军误解了，星神计划其实跟 GCAP 这是不同的计划，而且由于日本的参与，所以也让 GCAP 这个计划成功的几率更高。当然这个计划主要由英国来主导，而在这个计划里面，英国、日本、意大利将会是平等的伙伴关系，都会有各自的厂商一同来研发，包括机身、发动机还有上面的航电设备。在未来有可能瑞典、沙地阿拉伯还有目前正在跟法国一起研制下一代战斗机中的德国，它也有可能加入这个团队。这未来的变数其实都还很大。不过目前全球空战计划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开始生产，第一批战斗机应该会在2035年开始部署。所以今天就仅就张将军的访谈来做一个补充，来让我们频道的朋友更加理解相关的这些有关于全世界各国逆中战斗机的这些研发工作的资料补充。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